小时候故事我分享很多了、如果说你想听吗？我讲之前没讲过了，想听也 OK 啦。我讲我小时候没讲过，在50几年前的那个年代，我妈妈的习惯就是希望生个女儿当摇钱树，所以小时候她都带我出去我看到一大堆的阿姨，她就把我装扮成女生这样。然后到7、8岁的时候，你不是女儿怎么变儿子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，我妈就这样，都把我穿女生的衣服这样，说我是女儿但我妈是这样可是问题我爸就不是这样的人，我爸就是那一种小时候你知道吗？会有那个客人朋友来我家嘛，或者怎么样，可能跟我抢玩具吧，我玩具不给他，我爸就一巴掌过来，啪！哇干！我爸他妈的1米8几，上海人，一巴掌就来了，很猛被那个扒下去所以小时候我有跟我比较接近，比如40几岁的人，我就在那边跟他聊，我就说，小时候你老爸怎么？每个都说干呗，那老爸妈直接都搞小是啊，什么小时候我50几岁了，老爸都直接妈的给我们小下去这样，一点都不客气所以那时候老爸都很凶狠，我印象中都是被八大的这样，被八大，不死也半残是啊，被我老爸那个一棒打下去，直接看到天上的星星，真的看得到，一片黑暗这样。不过我也讲过啦，因为我不是我爸亲生的嘛，我爸就跟着什么蒋介石来到台湾嘛，就没小孩没儿子嘛，我妈出自于好意嘛，所以就从我原本的家庭就直接把我买过来。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，当然直接扒尾好像也没什么感觉，也是啊，我都能理解我爸的心。刚哥后来跟亲生父母联络到，我没去联络他们，他们有来联络我。他说叫我要回归，要回去原本的家庭。可是我秉持一个原则因为我也是这个原则，这是台湾人早期说的啦。他说小孩卖掉了就跟种田的那个产，那个犁田的那一条河一样，不能相见。他说这样是破坏原则。我也觉得我妈说的没错啦，因为第一个我也是怕我妈伤心嘛，是吧？是蚕薄高最薄老，类似像这样的话，可是他讲的不是，他是说美某无相见，美囝无相看。我记得这句话了，美某无相见，美囝无相看。他说你把老婆卖掉了，你们就不能再见面；把小孩卖掉了，你们就不能再相见。是这句话的意思。美某无相见，美囝无相看。我妈很坚持这句话，我觉得也没错啦。小时候被亲生母亲卖掉，现在是养父母的概念。我是养父母没错啊，不过我没觉得养父母有什么问题啊。我妈对我很好，真的好，比她亲生的儿子还疼我。只是我老爸就很不差小我这样而已。你也不能要求我老爸一定要多差小我，毕竟我不是他亲生，我老爸你要他多差小我，所以我老爸就不是讲他跟蒋介石来台湾，他也没什么别的嗜好，他的嗜好就是爱赌博而已所以留了一堆赌债。我7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。过世了之后，人家都说我很绝情嘛，我都没有哭，我不知道怎么哭啊。人家都说叫我一定要哭啊，我那些阿姨什么都是捏我啊，一直打我啊，叫我哭啊，我就哭不出来啊，有什么办法？我当那时候不知道说是不是亲生的，可是我感觉就是爸爸过世对我来讲没有感觉。人家说我无情，那不是无情啊，我跟他见面几乎没见面，他每天都在我家的后院，每天抽3包黄肠。我看到他呢，我也不敢看他，为什么？一看到他就啪就一巴掌过来了。那后来我爸得肺癌嘛，进基隆省立医院嘛，后来就得到肺癌，说什么死了。这个不能算我的问题吧？我这样讲应该没错啦，也不能算我的问题又不是我的，我把他害死的是吧？不是啊，重点我老爸留给我的又不是什么财产，留给我就赌债70几万嘛。我那时候有跟大家聊过嘛，就留了70几万的赌债给我嘛。外面有说老爸赌债欠了70几万，身为儿子的我就不负担嘛，人家会追到家里来嘛，负债子还嘛。
那负债怎么有办法学钢琴？哦，我跟你讲了，学钢琴是我自己去外面打工。哦，我先不讲说学吉他是哪条路，我现在先讲学钢琴这条路。我不是说早期我是去帮那个老师傅提谱翻谱，就是古代呢我们讲那种老师嘛，就你们讲的老师，孔锵跟之前那个时代，那卡西的时代，那时候是二姐江蕙应该知道嘛，在北投还当那卡西唱歌时候那个时代，然后不是帮人家提谱吗？总会有老师想要去调配嘛，那时候老师很夯的，不管去哪边弹就会有小姐倒贴啊，我就有机会代班啊。不过当代班的时候一定是少年嘞，大一条，然后那个酒杯底下就压着1000块，少年大一条，我大要请。你看我讲的那个语气是不是很准？少年嘞，我大要请条，拿一杯酒过来，靠，那时候妈我很年轻好不好？我操，也不能说干拍谁还是我比赛啊？多爱被抢嘛，我们就要满足多爱嘛，是吧？然后那多爱真的上来，不过还说真的啦，我们这也是很认真的讲，其实还蛮好弹的，你知道？这是我的经验，蛮好弹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通常那些多爱唱歌的时候，拍子通常是不太会对的吧，然后那个旋律跟音调应该也不太会对的。所以其实是还蛮好过关的啦。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你不管弹对弹错怎样，人家那个多爱都唱得完。我们这样讲比较实在一点，他怎么样都唱得完，因为他不管怎么唱，底下多爱秋到到赞反正是这样子，那感觉就是我就弹得非常好。其实事实上不是，我知道我都弹错了。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这也不是笑死，这是事实嘛。我现在只是讲事实而已。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嘛？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你看就会有底下人就会过来又塞个1000块给你，1000块给你，1000块给你，一定会是这样我要有完全不管是怎么样，我只知道就好。那我是这样子，你说什么学钢琴是这样学的，在那个场合情景，你想象出来其实也还好啦。所以我早期是当拿卡西的。早期我靠那个赚了不少钱，当时为了还父亲的债务嘛，是吧？所以你会觉得怎么你弹的歌怎么那么老派这样的弹法那么老派？是啊，干，确实老派嘛，我也不否认嘛。你想到年轻年轻的故事其实蛮多的啦，因为我经历蛮多的嘛，稍微去想象一下，突然间就回想到年轻的点点滴滴啊。所以今天不是要问到我年轻的故事吗？那后来我也讲我再跳几段。后来当然去当兵之后回来，开乐器行了，所以我才有这么多学生嘛，跟我学乐器的学生，然后再来也做了一些很多工作，我也换了很多工作了。那做的工作主要都是，我讲到之前基隆人应该知道，以前有一间很有名的叫做雅都蛋糕，雅都的。我去那边就学怎么做蛋糕，当店长，从早站到晚，还要送蛋糕。然后我也很认真嘛，我也从来不迟到嘛，从早上站到晚上，然后包吐司干嘛什么东西，那我都有弄。最后有一天，老板跟我讲：“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我薪水今天就会算给你。”干，人生第一次他妈的，为什么被人家这样子？觉得还蛮不能接受的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样呢？然后老板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的实力跟才能不是待在我这个地方。”他这样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跟我讲，你绝对会有更好的出路跟发展，相信我。所以我这样觉得，他算是我的贵人。那当然领了这份薪水，这个是后来现在我知道那个雅都他也没开了啦。那结果做这段事情之后，我下一个工作我有印象，我是去山阳瓷砖就是那种做泰鲁，去那边当业务，主要是干嘛你知道吗？开着一台人讲3吨半的。就那种开着3栋拐然后里面放各种不同的瓷砖，
然后要去每个经销商每个地方去帮他换样品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用你的瓷砖，所以我全省都要开着沙洞管去。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基隆你应该知道有一个叫南荣新村，它那个路因为基隆丘陵它弯来弯去很弯，你知道，很弯很弯很弯。然后我还真的要开那沙洞管要转弯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在转弯的时候，那个两轮居然跳起来，整个车子差点翻车。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哦，差点要翻车，然后从上面翻下来，因为3吨半的车，那个大卡车有没有？很重，然后又加上这个弯是法夹弯，斜坡 S 形式，我那真的是开到一半，突然间那个两轮就跳起来，两轮离地，你知道？还好了，命还大，没事。然后其实最主要是那时候是怎样？其实做了1个月也不错啦，因为也去过三洋瓷砖的莺歌工厂嘛，也去了解一下怎么样烧瓷砖。可是因为那时候主要6日我放假的时候在干嘛？我还在教吉他、教钢琴赚钱。认识了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是我学生，长得很漂亮，身材非常的好。她是伟创的应该是伟创，她是讲工程师的，可是我感觉是伟创的业务，日文非常流利，因为她是辅大日文系毕业。那她是我学生非常漂亮，身材之好。没想到第一天下课，他就跟我讲跟他走这样。跟他走之后，既然怎样，我被他带去开房间，被他带去开房间。那她也是很主动的女人嘛。那这个女生其实你知道吗？白天是伟创的，晚上是酒店的，还蛮红牌的。所以遇到这种女生，其实也不错了。那当然带我去很多地方玩啊，也住民宿啊，怎样去很多地方，她日文又非常流利。不过这也是我曾经讲过，可能我有跟你提过，说我有个女朋友一天她要怎样？5点她下班就一定要找我那个，每天她5点下班，然后就是一直那个，她是很那个，就是性爱成瘾的女人，没有那个她不行。我跟她出去她找我去游泳，直接在游泳池里面就把我那个泳裤给拉下来，就直接那个。去到哪边呢，他都要那个，他就是性爱成瘾的人。这种其实是，不过我也很感谢他了。怎么样说感谢他因为最主要他在伟创上班嘛，所以他一直跟我讲一件事情。他说现在你不管做什么工，你还在塞态度的。他说你这样子是没有前途的，未来是不好。你一定要走电子路线，你要当个电子新贵。所以我很感谢他，感谢。电子新贵，所以我后来才去那个马自西达去那边上班。马自西达就松下电子，我才去那边上班。所以人家说，你也做过电子新贵吧？去吧。去那边上班，因为怎样太认真了，开着车去高雄小港跑业务，回来。Panasonic 那时候总部在联合报台北，然后我还要到细科去。就这样子来回去，然后结果突然间有一天出车祸了，应该很多人知道我出了一场大车祸。对方是暖帮的，刚假释出来，所以他很开心，开着他的那一台 Mitsubishi Lancer 超速加酒驾，直接把我撞飞了。哇他妈！我醒来好像不知道多久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的。就是说，因为我转到电子新贵去，就是转到马自西达去，那就很认真在跑业务嘛，然后替公司做业绩嘛。结果我为了躲他因为他现在成瘾，真是没办法，我就每个6日都说，公司要加班，这样也不跟他那个，因为实在是受不了。你问我一天要几次他是无上限，所以基本上我是受不了。你遇到那一种无上限的女人，她5点下班就等着要跟你那个，然后一直到早上，她也不放你过，不放过你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就会躲她，就躲到最后，她竟然在我面前割腕，又在我面前吞安眠药，我就把她拖到厕所去灌水叫她吐掉什么都来，因为你不能满足她，她就是这样子。
所以我才说我对会割腕的，会吞安眠药女生我很不好的感觉，因为那个会，他只有找你一个啊，他每天黏着我啊，哎呀啊你不找我一个怎么样？后来我就躲他嘛，一直躲嘛，躲到最后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讲她怀孕了，我说啊，她说是跟那个什么精英的工程师怀孕了，我说啊太好了谢谢，她说那个她说对不起，她必须要把我甩了，我说啊不会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和平分手，好。她说她要跟他结婚了，因为她有了，我说啊好，这一段故事有这段故事，我是真的蛮有心理阴影的那个你所求无度哦，我没有哭哦，我好高兴哦，哇干，我超级开心的好不好？这故事听起来太快，转折太快，也没有啊，就事实就这样。太累了，每天在对你遇过就懂，你遇过就一定懂我在说什么。那接下来讲到那个好不容易哦，知道跟他那个她终于怀孕了，跟别人了，我恭喜她结果当天我好朋友的妈妈，当然我好朋友妈妈过世了，她很照顾我，马上就帮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。那时候没欣赏，跟欣赏没有关系。他马上介绍一个女朋友，那个女朋友名字永远不能念，因为太有名，是国家音乐厅的首席的，我不能讲她什么乐器，因为是首席，就是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生车祸了，然后就接到刚刚我讲发生车祸的那一段就回来，结果发生车祸，你知道躺在加护病房根本起不来，然后我好像3天3夜吧，加护病房，然后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他就跑来看我了，这是我出车祸，我在长庚的加护病房，他跑来看我，可是第一句话我看到他我不认识，所以我才知道出车祸原来3天3夜没有醒来，记忆是会回溯的。我第一句话叫他的名字是叫我前女友的名字，然后是我看他脸色一变，不是叫上一个，不是叫上个，叫到前女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很有印象。然后我妈就跟我讲，他不是他是好，因为名字不能讲，不好意思，他不是他是OK。然后我这时候才会意回来，我女朋友现在是他，我怎么不太认识他？这样干，我有记忆回溯，我记忆回溯，对，最喜欢的是刚刚在医院打炮吗？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。可是我住的是单人病房，就头等病房，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我就不在这边方便多说。